他突然不联系你了，只有一个技巧可以破局。你正在等吗？真相信有这样的技巧？我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？弱者专研情感和技巧，强者是讲人性的，技巧是术，而人性是道。那技巧有用吗？有，至少前3次有用啊。什么制造拉扯呀，什么断联周期啊，什么不回他就不会来找你啊，这种对吧？但关注我的兄弟啊，都很聪明，并且你的理智会告诉你，这些所谓的技巧其实是不 OK， 治标不治本啊。可在你没有办法的时候，在女人确实不理你的时候，你再骂你也不管用了啊，你就会去研究，然后你会发现这些技巧啊，逻辑非常的缜密，看起来天衣无缝，包括在我的案子里面也会用到，我也会讲关于心理位置的这种平衡，对吧？关于惯性抽离啊这些，对吧？但是现在有很多术都是披着道的外衣，它给你一个概念，比如说站在低位就没人爱你啊，比如说吸引力都源自于稀缺性，这些概念是对的，当然他们会马上翻译为什么？你不要理他，你不理他，他就会焦虑啊，他就会来找你的。其实原理没有错，但断章取义之后就会有一种掩耳盗铃的感觉，它不是一个能够长期维持并且能够使用的一个东西啊。但我也知道一定会有兄弟会说什么，没关系啊，嘉哥你刚才说了呀，啊，能管前3次的用啊，对吧？那我先把前3次用了再说。希望你们打住。这背后呢有4个天坑，一旦掉进去，你想爬出来，那要用到的那个时间跟精力，可比攻略一个女人要多得多。首先啊，第一个就是你会把人性工具化，技巧其实就像是一个按钮，按下断联你就能够获得关注，对吧？按下疏远你就能够制造稀缺。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失去一个东西非常重要，叫做真实。现在网上有很多兄弟啊，嘴上高呼着什么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剑的速度，哎，我是不需要女人的。当然兄弟，你真的不需要啊，给你找个顶美你试试呢。大家之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想法，就是因为术失灵了，技巧不管用，又没有耐心去炼化内核，去攻略人性，最后就会导致失去了真实的自我表达，把女人全部都工具化了。不相信有女人会对自己真心，总想用点技巧，对吧？最后情况只会越来越糟糕啊！甚至好女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根本就把握不住的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很多女人你能够手拿把掐，但是一旦到了那个你就觉得她不错的女人，你就是不喜欢。好，我来讲第2个坑，就是固化低位，就是别人的断联是真的，而你的断联是装的啊，是演出来的。你太执着于一个结果了，你太想在关系里找回面子了啊！你想找回赢面，你反而会动作变形的。比如说女人她不联系你，那你就不去联系她，那这个过程你不会再去思考，哎，我们现在的关系有什么问题啊？你只会去琢磨他有没有焦虑，他有没有因为我没有给他发消息而感到失落。所以这个所谓的抽离，本质上还是害怕失去的恐惧，本质上呢，你还是在低位啊。第3，所谓的方法技巧，这种术啊，会让你越来越不自信。男人没有自信，他就会想创业没有资金，是致命伤。你好好理解一下啊！你用那些所谓的抽离技巧，所谓的聊天公式的时候，你还是你，不是了吧？是你演的。就像老实人装渣男，一眼就能被看穿，并且这种东西会特别的累。一旦你得到的结果跟别人讲的有出入，你马上就会开始焦虑了。哎，猜测是不是自己哪里有问题啊？自信呢，也就在这种自我怀疑中就会被消磨殆尽。还有就是第4，大量术语技巧的堆积会让你扭曲成长的概念。我为什么经常讲逻辑、讲人性、讲女人行为角色背后的起心动念？因为我希望各位能够站在更高的维度去看待感情这件事情。但如果你永远看问题都是浮于表面的，那很遗憾，你永远都没有办法成长，你的内核也永远得不到提升。因为真正的成长是真正的强大，真正的认知思维不是高明的迎合，而是拥有绝对的选择权，能够接受拒绝，也能够维持关系稳定。记住啊，
决定你能不能攻略女人，能不能在保持吸引力的核心啊，不是某一个技巧，而是用技巧的人。而这个就是道，是思维，是量身定制。就像你们在我的案子里面看到的那些抽离动作，都是我在带他们已经完成了思维内化，并且是真的有比女人更重要的事儿了以后才会去做。那很多兄弟刻意的模仿，是你的潜意识里想看他着急，想得到他的情绪反馈，这个就是术和道的差距，也是技巧和人性逻辑的差距啊。所以抽离之所以在强者手里是奏效的，根源就是他们本来就是有安全感，本来就是有选择权的，这个就是底气。但如果说啊，你不知道怎么去强化内核，也不知道怎么去摆脱这种被技巧控制的思维，带上问题滴滴啊，我有空都会亲自解答。还是那句话，弱者才会去钻研情感和技巧，而强者都会识人心。我是焦哥，下期见。